恶魔王借着以财富和权力的诱惑，想使悉达多堕落。悉达多，我给你世上所有的财宝，给你支配世界的地位与权利，唯一的条件是你要听从我的命令。恶魔王接着想以暴力胁迫悉达多。你想固执到什么时候，悉达多？再固执下去，你就没命了。救我吧！魔王，住手！我已经到达生死彼岸，你们所使用的武器根本没办法伤害我。魔王啊，消失吧！战斗结束了，魔王和其一族的出现，就是悉达多内心的烦恼。战胜诱惑的悉达多，在12月8日黎明，东方小白石，打破老病死等苦恼的根源，无明悟到了完全的真理。瞿昙悉达多此时35岁，这就是所谓的成道。之后，悉达多被称为释迦牟尼佛世尊，也就是释迦族的圣者佛陀，在此我们简称为世尊。成道后，世尊停留在迦耶，沉浸于悟道的喜悦中。过去使我痛苦的烦恼，如今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这是多么广而深的喜悦啊！就算这样死去，我也不会觉得遗憾的。悲悯苍生。这时出现的是印度的最高神梵天。你辛苦悟得正法，不就应该将法广传给世人吗？啊，我担当不起。你想坐视不管啊？这样下去的话，世间一定会灭亡。梵天哪，我现在所悟到的真理过于深奥、微妙、困难，普通人是不容易理解的。可是世间也有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，能够接受你的法的，对不对呀？世尊啊，希望你务必为他们说法，也希望你拯救世人脱离灭亡的阴影啊，这是你的责任。你说得很对，我实在不应该让悟道之乐独留在自己心中。我应该为烦恼痛苦的人们去说法，分享悟道的喜悦，拯救世间。这就是从今以后我所要做的工作了。决心说法的世尊，最初遇到的是名叫优婆家的修行者。你看起来似乎修行有方啊，请问你出家目的是什么？还有师出何门呢？其实我并没有师父。哦，我靠着自己的力量而知道一切，抛弃了所有的执着，然后才悟道的。哎呀，你真是不得了啊！呵呵。
优婆家失去了成为世尊第一位弟子的机会。处于重视失传的印度，自然不易理解世尊的新思想。世尊后来来到瓦拉纳西郊外的鹿野苑，这里有他以前的修行同伴。他来了耶！装作不认识他好了，不必理那种堕落的人。我悟到了，我想把我悟得的正法，先传给跟我共同修行的你们。原本是佯装不认识的5个人，越听越被世尊自信的说法所吸引，最后5个人都成为世尊最初的弟子。这个就是初转法轮。佛教最重要的佛法僧3宝在此聚集了。世尊是对象与地点巧妙的说法，一路旅行传道，弟子一个一个的增加了。智慧第一的舍利佛，神通第一的目连，修头陀行。后来召开经典结集的大家社，随侍世尊身旁暗记所有说法的阿难，被笑为愚人而以一把扫帚悟道的周利盘特，奴隶出身而不分彼此被接纳的优波离。因为世尊特别注意不让支配印度社会的阶级制度带入教团，所以弟子们人人平等。然后世尊又照约定拜访王舍城，向频毗娑罗王说法。频毗娑罗王大喜，奉献竹林精舍作为弟子们的宿舍。王舍城旁有座灵鹫山，世尊就在山上解说无量寿经，然后又向韦提希王妃说观无量寿经，珍贵的念佛之教终于出世了。和摩羯陀并列的大国居萨罗也有人奉献奇缘精舍。世尊解说《阿弥陀经》之处，就是在奇缘精舍。因为世尊不论贫富平等的传教，听取教法的人超越阶级与国界，佛教传遍了印度全土。传法这件事，取车轮前进做譬喻，称为转法轮。世尊就是这样一生不断的转法轮。80岁的世尊依然继续他的布教之旅。途中，世尊在吠舍离生病了，只有阿难还有几位弟子随侍在旁。您可以坐起来吗，世尊？总算舒服点儿了。那太好了。老实说，我一时担心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因为世尊您迟迟未选出继承弟子来传密典，所以我希望世尊您能够考虑一下。不知道世尊心里面是不是早已有了决定了？阿难呐，是。现在你还在期待我什么呢？我已经是设法说尽了一切的真理。如来之教是完全没有需要隐瞒的密典的。是，您说的是。
其他的人也用心听。现在我已经老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要以自己作为灯火，依靠自己，不依靠别人。要以法作为灯火，靠法不靠其他的。世尊后来走到了波婆地方，向打铁匠准陀说法。准陀非常的高兴，招待世尊一行人到家里。准陀供养的蘑菇料理成了世尊最后病发的原因。世尊，请振作一下。我没事，去居士那罗吧。都是我不好，请你原谅我。准陀啊，不要责备自己了。你对我的供养，跟过去苏陀家给我的奶粥是一样的诚意的。世尊忍住剧痛，走到居士那罗郊外时，世尊已经连走都走不动了。在那树间铺个床，我想躺下。是。阿难，是。这么多年了，谢谢你一直在旁照顾我。世尊，阿难，不要哭。我过去不是经常告诉你们吗？不论是多么深爱的人，总有一天要分开，有生就有死，这是不变的道理。是。阿难啊，我在这里。不要认为我死了，你就没有师父了。我说的法就是你们的师父，你们的灯火。我知道，世尊。万物永远在转移变化，希望人们勿放逸，勤修行。世尊进入涅槃了。可是世尊的教法在后世遍及全世界，2500年后的现在，依然活在我们的心中。